大家好，我们继续来看3.2，要进入到重头戏就是要来看我们这个 Tensor Product。好，那我们就来往下看。好，那我们来看3.2的 Tensor Product of Matrix。好，那这个当然你用复数的那个matrices 也可以这样好，那一看到这边就觉得很头痛因为有几位专家他们在讲这一个 Tensor 这个我们中文把它换成叫做张量就是说，那如果各位后面慢慢熟悉，就是发现张量是把一个线性的东西变成是一个2次方的一个计算模型，所以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复杂这样那这个就是未来我们要对付量子世界要这个一个心理准备这样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就说我给2个矩阵，一个矩阵是 A， 你看 size 是 m 乘 n 那另外一个矩阵 size 是怎样？P 乘 Q 这样那这个2个矩阵就是说我做一个张量计算，有没有？那首先一般我们计算就是把它看成是这样，一个 block 2个 block， 那这个如此类推，哇，很多 block。那这些的话，我们在 linear algebra 里，它把它叫做什么？它叫做 block，block。好，那每一个 block 大小就是 b 的大小，有没有？那如果说把它细细的展开，那真正你看就变这样的一个就变这个 block 准备要来做矩阵计算那如此类推，有那么多的 block。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整个重头戏就是说未来整个怎么样？未来整个在量子空间计算里面的话，我先预告一下就是说一个矩阵就代表一个线性算子。我讲的是大小是 n 乘 n 的一个这个矩阵。那每一个线性算子后面就有个量子，这样我们叫做 quantum circuit 就是量子电路好，所以这个后面都会依序跟各位讲。所以整个的重点还是落在矩阵身上的量子这一个张量计算所以非常的麻烦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刚刚再把它重复一遍，那把它你可以那展开以后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式子就把它沉进去了。把这个你看，这个是个存量，把它沉进去，有没有看到？所以每一个都一样，好，每一个都一样，有没有看到？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以此类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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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最后的大小，它的 size 变成是 MP 乘上怎么样 NQ， 哇，好大的一个什么？好大的一个矩阵。那还好，现在云端计算，所以后面还会这一个量子计算完以后，我们还有个量子程式设计。那个时候的话，就会教各位把这些东西丢到云端去给他们计算。那我们现在用的 solution 的话，大概就会用IBM 的 solution 跟那个Google solution， 它会在下一档的那个量子程式计算的时候，会跟各位再做一个很仔细的说明。哇，变大所以这个中文把它换成叫做张量 Tensor Product， 张量这个张量机有些把它换成叫张量机这样原则上就是把它变得非常的庞大。那可是最后我要去做数学模型的分析，跟做什么的分析，跟写电脑程式所以我不能够说那个概念那当它变很大的时候怎么办？所以呢，这个就是我这边特别强调，这是我用的一个名词。那为什么要用 for index？ 因为我们在写回圈的时候会这么写。所以刚刚你也有看到怎么样呢？因为这我把符号整理出来给你那待会我们再看例子你就知道了比如说我们最后这是我什么？最后假设说把它乘起来 ，A 跟 B 乘起来的话，它的 size 刚刚已经讲过了是什么呢 ？MP 乘上 NQ。那一般的矩阵写法就是说，这是它中间的某 ij 什么 ？ij 位元，英文叫做 the ij entry 或叫做 entity。那它有那个很多的英文的名词。可是这个时候你发现呢，它的 ij 位元是什么样？是由2个矩阵出来的，有没有？由 A 的矩阵跟 B 的矩阵出来，所以它有下标回圈。那下标回圈第一个的这个式子当然是这个当初我在写讲义的时候也花了一点时间去因为后面下一波我要教你们做电脑程式设计，所以这些符号没有先规范清楚，以后你们教你们程式设计会写不动。所以你发现这个等于是2个齿轮 A 齿轮有没有？跟 B 齿轮有没有看到 ？A 齿轮的什么 ？A 齿轮的这一个下标那还有 B 齿轮的 A 齿轮的另外一个下标 ，B 齿轮另外一个下标，所以你把 A 当做一个大齿轮，B 当做一个什么小齿轮这样
那这个符号好可怕哈，这个当然是我这个细思过了以后哈，细思过以后的话，就变成是 I 等于这个符号，等于是说A 的什么 A 的那个 I 索引跟怎么样 B 的 I 索引呢去做轮回，那再来怎么样？你看 J 的话就是说是等于是 A 的 J 索引跟怎么样跟 B 的 J 索引去做轮回这样嘿，那这个细推的话当然是。还要花点时间跟各位做细推哈，没关系，后面用例子来看一下。哦，这个例子有没有？这是一个2×3，那这个是什么？这是2×2。哦，那时候我想用更大的例子，可是会累死我，因为这个所有的打字的时候，我自己慢慢的一个 key in 进去。那所以你可以看出来，所以最后结果变这样一个那么庞大的一个矩阵，有没有？画一个回圈，把它圈出来，有没有看出来？所以它最后变成说变成是4×6，4×6，我们看到好，变成一个4×6，那等于是说中间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 block 嘛，这是一个 block， 好，所以以此类推，好，你看有那么多个 block， 有那么多个 block， 所以它总共会有2×3的一个 block， 好，所以这个好我就不要再多写了，好，就再画一个就好了哈。好，那你就可以看出来，这样的话就是说我怎么去看它的指标？真的对电脑来讲的话，它最后只看到怎么样一个最后完整的矩阵是一个4×6的矩阵，就是说对电脑来讲，它最后只看到是一个什么4×6矩阵。可是这个4×6矩阵是由2个齿轮构出来的，有没有？2个齿轮构出来的。所以我当初在写这个讲义的时候，哇，很辛苦哈，这个都打字，那也许有时候不小心这个下标没有写对的，你们在到时候告诉我这样嘿啊，因为我这个要自己那边 key in 哈 key in 啊，理论上没有问题嘿。那这个时候我就特别讲说，哦，这个 D11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齿轮是这样转出来的，好，就故意把它放大给你们看，有没有？比如说 D41的话，你可以看到齿轮这样转出来，看到这样转出来的嘿。那你们到时候就可以如果说你还不熟悉的话，没关系，再把它弄成一个3×2，或者2×2再2×2，那更小一点点，那自己算那个齿轮啪啪啪啪啪在那边转的那个过程的感觉，哦，那这个大家细算。我这样讲很简单，但是你要进入那个或回圈的那个思维的话，你可能要花10-20分钟，因为脑袋瓜会转不过来，所以这些数学的话，当初我在写的时候就特别强调这一块这样。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中间更多这在做计算，比如说我就你们可以 homework 去算一下，比如说3246它是齿轮怎么转的，好，它对应哪几颗齿轮啪啪啪啪转出来的，那这个就对应出来的齿轮转出来的，有没有？好，所以这个就自己要去算哈，你可以看到这个齿轮，我就当初在写讲义的时候，我就特别把它算出来这样哈。那当然这个全部都会算到清楚，你的头壳就很清楚，因为我们现在才2个回圈而已，那待会可以看到3个回圈的嘿，好，3个回圈，那这个有很多蛮那个重的问题哈。那这个 tensor product 在前面有讲过，说是有向量的 tensor product， 那向量的 tensor product 是矩阵 tensor product 的 special case， 所以这里呢，我又特别强调一下，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什么，这个是我们的column 跟 row 相乘，那这个没问题哈，你看这变成长成这个样子，有没有？长成这个样子嘿，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哈，因为这个横的意思就是我们的 b 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我只是在这边重新论述一遍，是要告诉各位要注意一下。那还有一个你看这个是横的对横的，那最后就变成这样，好长的一串哈，所以这些符号的撰写你们要特别注意一下就好了哈，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嘿。好，那这样的话呢，我就赶快来往下看哈，赶快往下看这个好，这个就是一模一样，这没有什么太大困难哈，所以这个就变成说我把几个排列组合写给你们看的哈，那这个一样哈，这个应该是这么写，应该写直的比较好哈。它变成直的一个组合，所以你可以各种不同的组合哈，那都不是太难的问题哈。好，所以这一节都是告诉我们说，整个符号你要开始熟悉哈，就是说最后是某一个矩阵跟某个矩阵相乘这样嘿。好，那所以这个整个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所以在整个符号的计算过程里面的话，它会非常的复杂，尤其是当2个矩阵做 tensor product 说它是把它展开的一个蛮大的量，好，蛮大的量这样。那中间那个下标怎么控制，你要花点时间去学习，因为未来你要写的那个量子计算的符号会非常庞大，
那因为我看了很多书里面的话，就是说，像说我现在在教你们量子计算，对不对？那量子计算其实很多的他们的写法都是比较偏向物理跟偏向数学写法，好，没有注意到我们 computer people 最后要 programming， 所以我在教这个量子计算的时候，我会特别注意以后要写程式的表现方式，所以里面很多的符号都是我最后再重新写出来的，可能你们很多在课本都看不到的。嘿，那因为我有教过量子程式设计，又要再教你们量子的理论，所以我的一定要把它整合，那最后你们才有办法去 programming， 好，所以这个是这边要跟各位做个预告，这样哈。好。